Ele é um dos atores mais talentosos da China hoje. Mas você sabia que Lu Yunxi já foi expulso de um set de filmagem? Fazia tempo que eu não via ele falar sobre isso. Mas nessa entrevista, Lu Yunxi não só relembrou o dia mais difícil de sua carreira, como revelou detalhes que até eu desconhecia. E é exatamente por isso que ele é extraordinário. Não é sobre talento, é sobre a coragem de transformar Você Não Serve em Olha Onde Eu Cheguei. 人民文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罗云熙。其实我也是通过自己先当读者去理解剧本，去感受这个剧本当中的故事。一定要每一部戏比前一部戏更好，一定要做到学无止境的，一定要不断的去突破。可能每一部戏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的遗憾，正因为有这些遗憾，才是你进步的一个动力。就光拿澹台烬来说，它的不同时期其实都有不同的状态。比如说前期质子的时候，你的服装都是一些比较素色、比较朴素的一点的服装。那这个时候你穿着这种服装，其实就在暗示你是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人。你从小就受尽了欺凌。像明夜，你通过几个关键词：天界战神、守护苍生，然后战无不胜、英勇善战。你去提取这几个关键词的话，你脑中其实就可以构建出一个大概的一个形象，包括魔神的状态，包括后期苍九明他作为一个仙界的小师弟、修仙的小弟子，他虽然是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但其实是他经历了澹台烬整个500年前的爱恨情仇，他其实是个心里面什么都懂的人。其实我也是通过自己先当读者去理解剧本，去感受这个剧本当中的故事，想象出来之后，然后再通过自己的2次创作。所以我感觉我自己应该从眼神啊，从肢体啊，从仪态啊各个方面，其实都会和澹台烬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我们拍摄的时候有很多都是特效场景，所以需要在绿棚里边然后进行拍摄，所以其实周围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当看到正片特效出来之后，确实是相当震撼的。其实对于在绿幕下面拍摄的话，作为我来说其实已经习惯了，因为几乎每一部戏都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其实作为演员，这种拍摄的方式你一定要自己去克服掉，就是去习惯这种拍摄的方式，包括可能会有一些想象周围环境的这种心理建设，这个一定是要在前期就做好。除了需要信念感的话，我觉得还需要习惯这种电视剧拍摄的方式。比如说像学舞蹈，我们的仪态，我们的一些对身体的控制力，比如我们拍仙侠剧会有很多威亚啊，会有很多打戏啊，会有很多涉及到你要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对自己仪态的控制，这一点这个肯定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我其实觉得我学舞蹈对于我作为演员来说最大的帮助就是我没有把很多大家可能看似觉得很困难的东西看作是一种困难，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很寻常的一件事情啊。我是10年专业芭蕾舞的学习经验，我相信所有专业学习舞蹈的学生都应该知道，我们是日复一日的重复相同的基本功训练，是非常枯燥，锻炼你的韧劲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的软度拉伸，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正因为我从小就开始这样子的一种学习生活，所以我就把这种东西其实已经当做了一种习惯。所以可能当我转到演员这个职业了之后，我会发现其实很多大家可能看似说哇这个东西你能不能完成啊，会不会对你来说太难啊，我会觉得这就是很寻常的一件事情啊。我第一次正式接触拍戏是一部电影作品，叫做《最美的时候遇见你》。第一部电影拍下来，我觉得还好，但其实我看到了之后，我会发现自己在荧幕上那个形象和我脑海中的那个角色形象还是差蛮远的。
这是我第一次觉得好像演戏并不是我想象的那回事儿。第二次的话就是，我第一部参加的电视剧的拍摄，机器啊、灯光啊都不是对着你一个人的，你需要自己去找。而且我记得那部戏第一场戏非常简单，我要冲到女主的门口，告诉她我说男主正在找你，就这么一场非常简单的戏，我非常紧张，就演得非常不自然。然后导演就说，他说你不会演戏你就回去吧，他说不要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其实我非常非常难过，因为我知道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我知道自己确实没演好，但是我没有办法让自己达到他们想要的那个状态。这就是我那段时间开始自我怀疑了，你觉得自己是不是适合当演员？但是呢，我自己又是一个不服输的人。我爸爸用2个词语形容过我，他说你1不怕打击，2不怕挖苦。你从小就是这么长大的。从那之后，我就开始自己的学习，找老师学习台词，学习表演，然后通过老师的引导，通过老师的教导，一点点去知道怎么样去真正的读懂剧本，读懂角色。所以说到《半是蜜汤半是伤》这部戏的时候，同样也是钟钟导演，然后钟钟导演给了我肯定的回复，说你确实进步挺大的。当我听到钟钟导演这样子一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感觉非常的欣慰，也感觉自己之后的演员生涯也一定要每一部戏比前一部戏更好，一定要做到学无止境吧，一定要不断的去突破。其实现在我反过去看从前的自己，我觉得就是表演哈，在曾经的我来看，他就是在演，他就是在想方设法的让自己把剧本上面的文字通过自己的语言肢体表现出来。但是现在的我的话，会发现现在的表演我更多的是在，比如说我演这场戏哈，我知道了前因后果，我知道了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会跟什么样的角色对戏。其实我在拍摄这场戏的时候，更多的是进入到这场戏的故事当中。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可能每一部戏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的遗憾，不管是表演上的遗憾，还是其他各方面的遗憾。但其实你换一个角度来想，正因为有这些遗憾，才是你进步的一个动力。为什么我说50岁我就退休？因为我是四川人嘛，很多大众对于四川人的认知就是非常的安逸。在我还在工作的时候，我一定要让自己保持一种激情，保持一种热情，保持一种新鲜感。对，50岁还早着呢，对，是吧？所以即便是我说出了这样子的话，那通过可能这还有几十年的这种工作的时间，我也会改变我的这种态度，对吧？说不定我觉得50岁了，我转向幕后了，我即便是不在幕前去当演员了，我可能也参与到影视剧的制作当中去了。De não saber atuar à estrela internacional. Essa é a prova de que até os maiores talentos já duvidaram de si mesmos. E você, vai deixar alguém ditar seus limites? Se essa história te inspirou pela metade do que me inspirou, deixa seu like para mostrar que a superação importa. E compartilha com aquele amigo que precisa ouvir isso hoje.